2024，索尼重磅打造超英爽片《毒液3》，最后一舞高燃来袭。本作直接解锁史上最全共生体天团，灵动诡谲的绿色共生体绿蛇、暗绿色共生体皮鞭、双头共生体混种、像大便的共生体吞噬、白色共生体反毒液，还有压轴登场，在紫色闪电下霸气现身的超强共生体极痛。这一次毒液的对手不再是同类共生体，而是要携手人类并肩对抗外星异世体。可异世体的实力太过恐怖，面对这种强敌，共生体们顷刻间便死伤惨重。萨迪见局势彻底失控，立刻让皮鞭附身。他让艾迪带着法典赶紧撤离，自己则幻化出武器冲入战场，整个实验室瞬间乱成一锅粥。艾迪与毒液这边只能靠蛮力突围，临走前毒液还不忘给艾迪拿上一双鞋，随即他召唤所有共生体一起撞破墙壁冲出去。秀什么？哇！里面的混种已经控制不住异世体了。佩恩博士见状，立刻捡起地上的紫色共生体试管，仓皇逃离了实验室。异世体很快挣脱束缚，所有共生体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，为了守护法典，他们甘愿赴死，拼尽全力与异世体展开殊死搏斗。一只酷似熔岩的共生体刚开局就被异世体一口吞掉。这边黑哥立刻调派武装直升机支援，自己则去准备装甲车上的重武器。毒液让艾迪能跑多远跑多远，艾迪立刻朝着基地外围狂奔。瞭望塔上的马丁一家一眼认出逃亡的艾迪，毒液当即伸出触手攀上瞭望塔。此时现场的情况非常危险，艾迪来不及多做解释，眼看共生体们还在拼死抵抗异世体，可黑哥却完全不顾他们的死活，扛起火箭筒就对准异世体。皮鞭想阻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装甲车也在爆炸中被掀飞，砸中瞭望塔。异世体虽被轰成了渣渣灰，可2名共生体战士也当场牺牲。受到重创的瞭望塔随即向一边倾斜，马丁一家瞬间陷入了危机之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毒液伸出触手救下2个孩子，旁边的共生体队友也及时救下马丁夫妇。皮鞭看着牺牲的共生体同伴，愤怒地斥责黑哥的滥杀行为。黑哥以为危机已经解除，却不料被炸成渣渣的异世体瞬间重组。但这一次他没有选择进攻，而是突然朝着遥远的太空发出刺耳的声波信号，这声波直接导致所有共生体瞬间脱离了宿主。远在克林塔被囚禁的纳尔立刻接收到信号。很快，大批异世体通过传送门降临地球。面对这群恐怖的外星生物，众人只剩下绝望与无力，唯有皮鞭挺身而出，即使不敌，也毅然冲向敌人。他带着不甘和愤怒的情绪变换出触手，对着异世体一顿输出。黑哥的空中支援终于赶到，在加特林的火力覆盖下，共生体战士们依然没有任何优势，反而让异世体变得更加暴躁。最惨的还是马丁一家，只能狼狈地躲在卡车底下避险。面对这场生死决战，艾迪第一次觉得自己束手无策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们为他拼命。艾迪环顾四周，突然萌生一个大胆的计划，他瞧准了一旁的摩托车，准备用它来引开异世体。艾迪让女博士开车带马丁一家撤离基地，自己则来到黑哥身边，让他派直升机跟在自己身后。他骑上摩托车，朝着武器库的方向狂奔。半路上，他亮出毒液真身，异世体察觉到法典出现，立刻丢下手里的猎物，向着艾迪奔去。眼看异世体即将追上，毒液使出外附魂骨技能越过军火箱，随即缩回艾迪体内。异世体站在军火箱上，突然失去了目标。黑哥抓住机会，立刻下令开火。炸药堆的威力不小，可异世体愣是没受一点伤害，反而被他抓住了直升机。黑哥想上前营救队友，却被异世体的触手直接贯穿身体，危在旦夕。艾迪与皮鞭见状，联手冲向直升机残骸，利用直升机螺旋桨成功斩杀了异世体。I got you. 皮鞭把伤员交给佩恩博士，可艾迪因为没及时撤退，被另一只异世体一把抓住。就在艾迪快要被吃掉的时候，马丁用火箭炮精准射杀异世体，成功将他救下。此时皮鞭发现后方又有异世体在召唤援军，刚想上前阻止，却再次被音波击中，共生体被强行剥离，皮鞭就此牺牲。这时基地内瞬间出现了无数个传送门，更多异世体被传送到地球，情况比之前严峻了无数倍，一只都打不过。现在要对付这么多只，怎么打？绝望之中，毒液把受伤的艾迪拖进了废弃机舱，看着外面那些不断搜寻法典的异世体，毒液垂下头，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他知道现在已经没有胜算的可能了，就算现在不现身暴露法典，
点，异世体也会追杀他们一辈子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只要他们把异世体引到超强酸溶解设备下面，就能把所有异世体全部溶解掉，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艾迪当然知道这么做有多大的风险，但他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同意。于是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走出机舱，当着所有异世体的面化身成了完全体。霎时间，所有异世体一拥而上，毒液趁机伸出触手，死死捆住他们，不管他们怎么挣扎，就是不松手。他拖着这些异世体，一步步艰难地爬向溶酸装置。他给了黑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示意他启动设备。黑哥让佩恩和萨迪赶紧离开，自己忍着剧痛去启动溶解装置。当毒液抵达强酸装置下方时，却反手将艾迪从体内推了出去。逞英雄这种事，他一个人来就够了，绝不能让艾迪一起送死。而他临走前只有一个心愿。Don't forget me either, Eddie. Now, time to go. 等艾迪反应过来时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旁边的黑哥已经启动装置，大量强酸液体倾泻而出，整个基地回荡着毒液的哀嚎。可尽管已经万分痛苦，毒液还是伸出触手。原来他想用最后一点力量替艾迪抵挡难以避免的伤害。It's just bye for now. 做完这一切，毒液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掰断所有管道，他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。只剩最后一口气的黑哥也毅然拉开手雷，引爆了强酸装置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火光中的所有生物几乎都消失殆尽。爆炸的余波让本就受伤的萨迪重重倒地，火海瞬间朝他席卷而来。就在萨迪即将被吞没的刹那，佩恩赶紧捏碎了携带的共生体试剂，与里面名为极痛的共生体瞬间融合，极痛速度快如闪电，一把将他带到安全地带。等一切恢复平静之后，佩恩小时候被闪电劈残的手不但神奇复原，还蕴含着一股神秘力量。随着法典的消失，也代表着纳尔将被永远囚禁。但在克林塔星球的深渊中，那双眼睛依旧燃烧着无尽的不甘。艾迪虽然幸存了下来，可却失去了好基友。艾迪似乎回到了遇见毒液之前的生活。曾经他总抱怨毒液把自己拖进危险，无比渴望平静的日子。可当真的拥有这一切时，他才明白那些一起冒险的时光有多鲜活。没了这个贪吃鬼在耳边叨叨，反而不习惯了。毒液和他一起历经的冒险和对彼此的陪伴，早已成为他生命里无法抹去的印记。带着复杂的心情，艾迪来到纽约，替毒液亲眼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自由女神。未来毒液是否会回归，或者以哪种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真正让人遗憾的是，毒液与艾迪这对经典组合或许很难再看到了。